深夜，寝室楼微信群有人问宿管阿姨怎么还没来查寝。阿姨平时为人特别负责，每晚熄灯前雷打不动的查寝，到点就锁门。大家正讨论间，203忽然发消息，阿姨死了。我嘎的，看到这条消息，我赶紧回复@203，这个玩笑不合适吧？虽然宿管阿姨严厉了点，可这么咒别人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我发完，其他女生也跟着纷纷吐槽。502@203，大半夜的别吓人，我胆子小。501，就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了。303，有病。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大4临近毕业的学生，虽然有5层，但实际上只有几间宿舍住了人。我找的实习单位离学校很近，便一直住校。在大家的一片指责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@203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难道是失恋了，或者毕业论文不顺利？我对203有点印象，她很漂亮，好像是艺术系的。我正想着，便见她又发了条消息：203，没开玩笑，真嘎了。说完，他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只见阿姨正坐在她的单人床上，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全是大片的血迹。最可怕的是宿管阿姨的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瞧着拍照的人。看完照片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203，她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嘎人呢？受到惊吓的不止我一个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203又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嘻嘻，刚看完鬼片有点害怕，忍不住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吓唬一下你们，别介意呀。说完，他接着发了张照片出来，点开一看，是一部最近很火的恐怖片截图。我感觉有些无语，这种玩笑可不怎么好笑，尤其是现在都11点多了。不过没事就好。可是那张照片怎么解释呢？想了想，我在群里问了出来，刚刚你发的照片怎么回事？阿姨平时挺严肃，我不信她会配合203摆拍这种照片，就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。你忘了去年万圣节吗？当时整个学校搞活动，宿管阿姨为了参与优秀宿舍楼评选也参加了，我是那时候拍的。她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学校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。那天我本来也想参加的，但刚好遇上闺蜜生日就出去了，便错过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其他人也在群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502，你吓死我了，下次别开这种玩笑了。501，有毛病吧？自己害怕就来吓我们，有没有公德心？见没事后，我又接着开始玩游戏。刚打完一局王者荣耀，忽然有人私聊我，是一直没说话的201。小将，我怀疑真的出事了。去年万圣节我跟宿管阿姨自拍过，我刚刚翻了照片，她那天穿的不是这身衣服。打开她发来的照片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她说的没错，去年宿管阿姨穿的不是那套蓝色睡衣，而是白色的。照片里她身上和脸上虽然也是血迹斑斑，可是从她的血迹和妆容来看，能看出是化的妆。而刚刚203发的照片里，阿姨身上却很像真的血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悬到了半空，我急忙去翻203刚刚发群里的照片，准备再仔细对比一下。只可惜在群里人骂完之后，他就火速撤回了。201，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可是没有证据，如果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以后同学间见面难免尴尬。可不报警的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宿管阿姨真的被203杀了，现在大半夜的，宿舍门也锁了，那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？思来想去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忙问201，你们系的辅导员是不是就住1楼？听说上个月因为教师宿舍满了，我们这栋暂时住进了一个新闻系的男辅导员，学校为了不影响我们，男辅导员被安排在1楼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搬走。我一提醒，201也想起来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问问，他就住1楼，我让他去看一下。201说完，我忙补了一句，先等一会儿，万一203也在1楼呢？如果203一直在1楼没走，那辅导员现在过去也很危险。我跟201一起煎熬的等了一会，直到10分钟后，201再次发消息过来，203他应该在房间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有短视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房门有点问题，平时开门声比较大，要是他刚刚去1楼，我应该听得见开门的声音。既然人在，说不定是我俩想多了，更何况谁嘎了人还说出来，又不是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201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我一下子认出来这是阿姨的宿舍，她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有块湿毛巾，脸上也没看到血迹。辅导员刚刚看过了，说阿姨没事，她发烧了，所以今天没上来。阿姨让辅导员等下帮她查个寝。原来是这样。201说完，又在大群里发了一遍，阿姨生病了，让我们系的辅导员帮忙查寝，她等下会上来，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吧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洗漱完正准备接着玩游戏，忽然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同学你好，查寝，麻烦开下门。
好的，老师等一下。我正准备开门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学校规定，查寝要求必须男女老师共同一组，女生宿舍就由女老师进去检查卫生，男老师门口站着，反之亦然。有时候女老师有事，那么男老师就隔着门清点人数，一般不会进女生宿舍，我们也不需要开门。我记得楼下住的那个辅导员来学校好几年了，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个规矩的。想了想，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快了很多，似乎等在门口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。402的同学，你睡了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跟他之前对接工作的时候，他几乎消息都是秒回，就算上课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怎么过去这么久了都没动静？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。402的同学，麻烦开下门。开还是不开？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，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。老师，我在卫生间，脚抽筋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为了不让他拆穿，我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他以为就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只听他说道：好的，那我先去楼上，等会儿再下来。等到脚步声走远，我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，然后把门反锁。接着我开始给201打语音，响了半天都没人接，我的心一沉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201回消息了，进来了。他也去了203，说没什么异常。我刚刚洗澡去了，没看手机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跟他打个语音，这样才放心些。刚准备打，忽然间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。我一看，群里有303、我501和502。一进群，我就看到303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心201。我的心一紧，忙问为什么。303回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进来了。男人303接着发，我记得她有个男朋友，是校外的混混。我怀疑刚刚查寝的不是辅导员，是她男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想了想，我问他：你确定吗？刚刚辅导员进你宿舍没？没有。我不敢开门，看来他跟我一样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我俩说话的功夫，我发现501和502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。于是我忍不住提醒501、502，小心查寝的辅导员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话落，忽的楼上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不知是谁发出的，凄厉又急促。我的心一下子飞快跳动。501、502，你们还好吗？出什么事了？303，怎么了？402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他没有听到惨叫声。我正要接着说，501回话了，没事，我在看恐怖片。502跟我一起呢。502，对，我俩在一块儿。刚刚没看手机，辅导员已经查完寝下去了。502说完，在群里发了张照片。他拍的是501，只见501坐在凳子上，脸朝着笔记本方向。不对，怎么又是恐怖片？好端端的，今晚怎么个个都在看恐怖片？我正想着，303已经私聊我了。你刚刚怎么这么问？我忙回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。刚刚我听到了惨叫声。303，你赶紧来我这里，我们宿舍有2道锁，很安全。假如501和502真出事了，不管外头的辅导员是真是假，我现在都非常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他宿舍是比我这里要安全点。我正焦虑间，303又继续催我，快点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们一起等警察来。我咬咬牙，拿起手机和充电器，便准备夺门而出。再不走，说不定就轮到我了。忽的手机又来了新的消息，是201发来的，不要相信303，他宿舍藏了个男人。不等我说话，201又发来了新的消息，303的男朋友是个混混，他现在就在303宿舍，你千万别过去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的确就是303，在他旁边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低着头。201又发了条消息，我没骗你，你看照片右上角的时间，赫然就是今天。我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个男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303很可能就是他的帮凶，那他让我去他宿舍，就是为了骗我出去。我抿了抿唇，那么你呢？你还是201吗？这句话发完，那边没有回复，而我再也不敢犹豫，马上报了警。我在东南科技大学老校区4号宿舍楼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人狂，可能是2个，求求你们快点过来。报完警后，我稍稍冷静下来，我忙把宿舍里的桌子推到了门口，将门堵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头又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又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。同学，5楼查完了，麻烦你开下门吧。一想到501和502可能都被他嘎了，我吓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我战战兢兢地回：老师不用开门了吧？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你也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我现在很安全。我说完，门外的男人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很轻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怎么不用？501和502也说不用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只能干巴巴地顺着他的话问：怎么了？没办法，既然他们不听话，不肯开门，
我只好亲自开门进去了。话刚落，房门就是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砸门。我壮着胆子，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去看外头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眼镜。只见他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用力地砸门，而那把斧头上还带有鲜血。我下意识地按住房门，对着门外喊道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很快就要来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是我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。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男人砸门的声音停止，他接听了语音。他滑动语音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，是203打来的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下去。说完，男人就匆匆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琢磨着，不一会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的房门也被再次敲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正是303和他的混混男友。402，救命！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办？救还是不救？这是201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不要开门，千万别给他们开门，外面危险。我正看着手机，只听门外303的男友发出了惊恐的声音：“你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”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当我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303的男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嘎人的正是刚才那个拿着斧头的男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203。随后他又举起手中的斧头瞄准了303。千万不要在酒店安装针孔摄像头，因为你极有可能拍到可怕的事。起初我为了寻求刺激，就在自己的酒店里埋设了许多针孔摄像头。今天正巧来了一对情侣，那小女友肤白貌美，第一眼我就被迷上了。于是我感慨地点开监视器，期待着好看的画面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笑容就僵住了。屏幕里的男人表情诡异，从厕所里拖出一个人，他胸口上插着一把刀，血液近乎染红了他的整个上半身，而那张惨白的脸更加让我汗毛竖立。这个人竟是我自己，什么情况？我冷汗直冒，既疑惑又惊恐地盯着监控里的画面。我这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吗？可那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死人又是谁呢？眼看的男人找来了斧头，准备下一步行动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迎接我的只有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忙音。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呢？我心惊胆战地放下手机，去厨房拿了把刀，走出了房门，带着疑惑恐惧，悄悄地来到了302的房门口。我慢慢侧过头，把耳朵抵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却没听到一点动静。我又往前迈了一步，干脆把脸贴在门上，没想到门竟然被我直接推开。我打了个哆嗦，刚想掉头就跑，却离奇发现302房间里竟空无一人，地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有人吗？我抖着胆子喊了一句，好奇怪，难道监控是假的？我轻手轻脚地缓缓迈进屋子，房间里安静无人，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耳边听到了淋浴声，正是一侧的卫生间里传来的。我缓缓推开厕所门，竟看到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吓了一跳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与门缝后的眼睛对视了10几秒，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耳畔的淋浴声与浓重的血腥味萦绕在房间里。我举起刀慢慢靠近，赫然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，花洒喷下的冷水淋湿她的全身。这女孩是那男人的女朋友。我愣了几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她早已经失去了生命。我尖叫一声，回头就往门外冲，晃的感觉肩后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勒在我脖子上。我惊恐地比划着手里的刀反抗，可手臂突然被一股力量控制，刀尖无法自控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抬起手臂，却动弹不得。不一会我就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我猛地抽搐一下，正巧对上那张诡异的脸。男人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接着我的身体被一点点拖出了厕所。在彻底闭上双眼的前一秒，我才发觉此刻插在胸口上的这把刀，就是我之前在监控器里看到的那把。接着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再睁开眼，自己竟再次端坐在监控屏幕面前。我还活着，可监控里出现的熟悉一幕让我眉头紧锁。画面中男人正在将我从厕所里往外拖，这不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吗？仔细看屏幕右下角，我这才发现显示的居然是10分钟之后的时间。我缩回到椅子里，大口呼吸，尽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个监控似乎显示的是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刚刚他成功预告了我的死亡，如果我这次选择不出门，不就不会死了？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去302了，但那女孩肯定已经被杀了。等再过10分钟，我就去最近的警察局报警，把那变态抓了。这么想着，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有些异样，面前的监控画面不知何时改变了，本应躺在地上的我消失了，那个凶手也不见了。不对，怎么好像连场景都变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头发根都立起来了，这无比熟悉的摆设，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？此时画面边缘露出了半张脸，表情扭曲而痛苦，那正是我自己的脸。踉跄几步后，监控中的我咚地倒在了地上，怎么又死了？我猛地跑向门口，将房门反锁，眼睛紧盯着猫眼之外的走廊。按照监控显示的，凶手现在应该已经上楼来找我了，只要把他堵在门外，我就能活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，我大气不敢出，死死注视着门外，看了一眼钟表，已经过去9分钟了，离死期还有1分钟。不对呀，按照预告，
我应该已经和凶手遭遇了呀，但是他现在都还没上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难道监控有错，或者我已经成功改写死局了？突然，我猛地意识到另一个极为恐怖的可能。我僵硬地缓缓回过头，看见面前的床下慢慢伸出2只手。那男人从床下迅速爬出来，他握着一把工具锤。我猛吸一口冷气，慌忙转头拧动把手，刚把门推开一条缝，耳侧就冒出一声闷响，瞬间感觉天旋地转。我手掌扶着额头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接着颓然趴倒在地。我唰地从桌上弹起来，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监控显示器，眩晕与疼痛源源不断地自颅顶传来，我竟再次回到了10分钟前。深夜，班长在女生宿舍群发了张奇怪的自拍照，他浑身血渍，拿着一条手臂对着镜头微笑。我正想吐槽，可下一秒弹出一条新消息：人手不够，请留校女生立刻到寝室楼下集合。我瞬间从床上清醒，浑身被冷汗浸湿，紧接着上铺传来一声尖叫，室友小美也被这张照片吓到了。酱汁，班长他疯了吗？因为是假期，我们寝室只有我和小美2人留校，其他寝室留校的女生也不多。学校为了方便管理，便把班长拉进了女生宿舍群。在班长发完这几条消息后，群里瞬间炸锅了。306陈平，班长，大半夜的你别吓人好不好？310小美，要不要报警？308赵岩，有没有和男生那边关系好的？问一下是怎么回事？304李青青直接回怼，班长你神经病啊，搞这种恶作剧。304寝室就我一个人，2条手，有种你就来。就在李青青发完这条消息之后，班长陈翔立刻回复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立刻上来。说完附上一个菜刀的表情。怎么办啊，酱汁？他要上来了！室友小美胆小，被陈翔这一下直接哭了。我赶紧冲到阳台边，从我们寝室阳台这个角度，正好能看见宿舍的大门。窗外雾蒙蒙的一片，宿舍门外真的站着一个人影，他戴着帽子，手里还握着什么东西。下一秒，宿舍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陈翔进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是谁给他开的门？我心里一颤，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发在群里。306陈平，酱汁，你看到他手里的东西是刀吗？304李青青，宿管阿姨人呢？怎么让一个男人大半夜进你寝啊？308赵岩，留校的男生，我一个都联系不上，电话也打不通，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我刚想让室友立刻报警，群里又有人说话了。202张小婉，大家别怕，刚才是我开的门，今晚班干部聚餐，酒喝多了，起了一些冲突。我刚和陈翔聊过，已经没事了。照片上的是假手，都是万圣节晚会的道具。说完，张小婉在群里艾特了我们几人，并发了一个抱拳的表情。306陈平，没事就好。大晚上吓死我了。床上的小美紧跟着松了口气，还好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刚才差点就报警了。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哪不对劲了？你看群里张小婉说的话，还有她发的表情，怎么那么像是陈翔发的？张小婉以往在群里聊天，总是习惯先发一个潮流的表情图，并在每句话的结尾加上一个符号。她刚刚的聊天实在太像陈翔说话的习惯。砰砰砰，说话间，宿舍的房门突然被人拍响了，我心里一惊，低声道：“是谁？”隔了许久，门外传来回应：“是我赵岩，寝室里就我一个人，我有点怕。”听到这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赵岩的308寝室就在我们宿舍隔壁，可我刚才并没听见隔壁寝室有开门的动静。小美不想我开门，但赵岩在外面一直催促，甚至是威胁。无奈之下，我最终还是打开了寝室门，让赵岩进了宿舍。随后我立刻反锁了房门。赵岩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：“酱汁，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？我刚才给张小婉打了语音，她死活不接，而且……”说着，赵岩翻出之前陈翔在群里发的那张照片，并将照片不断放大。你们还记得张小婉右手上有个星星纹身吗？是不是和这个纹身很像？经赵岩这么一说，我立刻想起来了，张小婉确实向我们炫耀过她右手小臂上的纹身。这么一对比，无论是纹身的样式，还是纹的位置，都和照片上的断手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张小婉已经被陈翔杀了？刚才都是陈翔冒充张小婉在群里说话，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赵岩看向我，说话都带着颤音。你听我说，大学城最近出了好几起命案，我有个亲戚是刑警队的，他告诉我，那个变态杀人狂只在雨夜动手，而且每次都会砍下死者的双手带走，好像是有什么心理障碍。我听说陈翔在男生那边很不合群，而且每到下雨天的时候，他都会消失不见。我感觉那个杀人狂就是陈翔。正说着，屋外一道闪电掠过，伴随着惊雷落下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一名长相漂亮、身材又好的女生做邻居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的女生真的很奇怪，每天晚上11点出门，早上7点准时回来。刚开始我以为她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职业，直到我发现了她背后惊人的秘密。因为我下班比较晚，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电梯里和她偶遇。她正好去上班，而我正巧回家。可让我惊奇的是，
这个女生每次见到我都会露出迷人的笑容，内心极度自恋的我还以为她是对我有意思，于是我就每天期待着和她偶遇。这天我因为加班的缘故，回家的时候已经11点30分了，刚好错过与那个女生碰面的时间。可当经过女生家门的时候，竟发现她的房门正好有一道缝隙，估计是女生走得太急忘记锁门了。本来还沮丧的我顿时起了坏心思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她的房门，然后走进了女生的家里。她的房间里充满了一种玫瑰香和腐臭的混合味道，房间里的摆设却十分整齐。我悄悄走到里面，看到一个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大床，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，当时就爬了上去，不停地在床上翻滚。然后我又走进卫生间，看见洗漱台上摆满了女生的化妆品，洗衣机旁边还有她的几件贴身衣物。我刚要伸手去拿，此时房门响了，是有人开锁的声音。奇怪，难道是女生这个时间点回来了吗？我赶紧跑出卫生间，然后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床底下。房门打开后，我看见那个女生走了进来，我内心祈祷着她发现不了我。可女生一眼便看到了被我弄乱的床单，然而她并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，只是轻声喊道：“亲爱的，是你吗？”见久久没有回话，女生便脱掉衣服走进了卫生间。不一会，卫生间里传来了淋浴的声音。借着淋浴声的掩护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正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时，我心中竟有了一丝犹豫，伸手想去拉开卫生间的门。然而下一秒，卫生间门突然被女生打开，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一时间又尴尬又害怕，也不该说什么好。与此同时，房门也被人打开，走进来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。我吓得后退几步，却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柜子，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掉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个男人的轮廓。通过两人的谈话，我这才意识到他们竟然是一对变态嘎人魔。没想到我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此时那个长相凶恶的男人拿出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走来，而女生也似乎见怪不怪了。这下我无处可逃了。